赢得一片赞誉的新形象、新作风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人认为塔利班就是我们的学生？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小飞。前几天呢，有人也是一位这个中年干部嘛，在一个群里边兴高采烈地转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我一看还看过，就是中国 CGTN 采访塔利班领导人，就是发言人沙欣那一段。这个采访呢1分多钟嘛，但我看他转发的那个41秒，一看标题感觉不太对头。标题说的是塔利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听什么概念？成毛主席好学生了？打开看一看吧，对比一下吧。正好呢 CGTN 的原版采访视频呢我是看过的，人家没说这段啊。打开一瞧就发现了，是有人从这个采访视频里边截了41秒，然后重新配了字幕，字幕就跟那个发言人沙欣说的完全不一样。其实呢，就算是你没有看过 CGTN 那个采访的原始视频，你英语听力稍微好一点，你也能听得出来，这个字幕跟沙欣说的基本没关系。那么这个字幕说什么呢？说塔利班一直最感谢就是中国，说美国很坏，俄罗斯如何如何不行，只有中国是最好的，一直感谢就是中国。塔利班是借鉴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才获得了革命胜利。2001年失败以后，很多人陷入迷茫，有了悲观情绪，然后他们看到了2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中国革命史》。据传说还有一本这个《论持久战》。从此之后走上了借鉴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扎根农村，打土豪，分田地，所以现在他们赢了。而我看的 CGTN 采访的原文中，实际原文中人沙欣只谈到了中国在阿富汗一直有这个和平建设作用，也期望中国继续参加建设，压根人家没提什么发展道路的事儿，也没提学什么毛选。那么为什么有人就用这个字幕要篡改一下原文呢？因为他知道他这么写很多人就是爱听。美军这次撤离塔利班，让美军遭遇了很大的尴尬和战略失败，所以我们很多人对此有代入感，有情绪，就很正常。然后就有人幻想塔利班就是中国的学生，甚至有人就觉得塔利班是我们党教育之下培养出的队伍了。因为这么想问题很容易有优越感，而有优越感就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形成了一个自我暗示的循环。所以这类网络谣言就有了市场，大家就一起自己骗自己，大家一块嗨。其实我也觉得塔利班这次进入喀布尔以后一些表现确实感觉很惊艳，比如说他真的跟我们刚解放的时候进入大城市很相似比如夜宿街头让人想到上海，比如要求士兵对市民秋毫不犯，让我们想到是3大纪律8项主义吧，比如要求跟各个政治势力通过和平方式组成新政府，像不像？确实像，不是一般的像。但是这不足以证明塔利班是要走中国道路的呀。他们是知道自己在国际视野之下必须注意自己形象了，哪些行为是容易遭到国际社会一致反对的，他们就要避免哪些行为。而且就算真的是学我们，也只是学在方法上、形象上，不可能是在根本思想上向我们靠拢。政治理念上我们差距就更远了，人家奉行的是政教合一，怎么可能政教合一还走到你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呢？对于塔利班，我们现在的态度应该是听其言观其行，他们能不能稳定国际局势，内战能不能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塔利班能不能够兑现诺言，能不能够协助我们完成我们需要的反恐的工作，这都尚不可知。对他们我们可以争取，但是根本不能够过早信赖。至于我们自己，老百姓也好，媒体也好，带着点看热闹吃瓜的心态就行了。我们道路和体制的正确性根本不需要通过塔利班的嘴来体现。其实呢，过于看重别人对我们的赞美和尊崇也是一种不自信，而且我们真的没有必要不自信到需要依赖塔利班。好，关于这则有关于塔利班的视频小谣言，我们呢今天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